马尾松又称为山松，在土壤贫瘠的山坡和路边常可以见到这种小老树。每年的年底至1年的2月份左右都可以进行采挖。这一盆马尾松从种养、逼芽、蓄枝用了4年时间。先用铝丝对主干进行一个基本的定型，主干定好型，再确定枝的曲流及枝的流向，从而形成整体的树势。这个树桩的顶部生长过于旺盛，上下比例显得不协调，把这个顶端去掉，用这个枝重新做个顶。为了保险起见，先把这个顶子立起来。完松把备份做好再剪是比较稳妥的办法。对顶进行一个基本的调整，顶干根三位一体，顶与干的走向要协调一致。对出枝进行去繁从简，树高枝多，显得冗余杂乱，每一个层次留一个出枝。玩这种小老桩要把它的动感玩出来，枝不在多，枝盘也不一定要非常丰满，关键是要让枝形成一个整体的流向，枝的方向明确，整体树势才有动感。对枝之间的空间进行调整，这个空间主要是指枝之间的长与弱，上下之间的呼应协调。把背向出枝做了180度的大折返，形成了风吹式的强弱面。马尾松的枝条比较软，改变它的方向容易。松树在休眠期树叶流动慢，可以进行这种大的整形调整。对马尾松的整形要注意保留像这样的茎生芽，马尾松缩枝就是从这些茎生芽一步步实现的。把这些老针剪短，过长的芽头一起剪掉。这种剪针法是马尾松整形的过程中的独到之处。剪短老针芽头，起到逼芽短针的作用。新针长出来就会变短，像这些老针它就会自然脱落。只是逼芽不在这个时候进行，逼芽的季节一般在4至9月份。枝条的大致走向定好位，再对每个出枝进行小角度的调整。吊拿不能到位的，可以进行适当的攀杂。枝条的角度过大过长，太过张扬，缩小角度可使枝条变化紧凑，也可以缩短枝盘。像这个角度吊了一下，整个出枝就自然了。整形不能只考虑单个枝，要从枝的整个空间布局上进行调整。像这几个枝调整后，上下左右层次分明，枝盘间也能形成呼应，也更能接近松树的自然生长趋势。调整是从上往下，枝不一定固定在某个层次，上下交错，长弱互补，遵循松树的生长自然法则。玩松与玩杂木盆景有所区别，主要是它们的树性及生长规律有差别，形成了造型操作上的不同技巧，而这些都是来源于对松树的观察和感知。马尾松的取材容易，养护也简单。马尾松的土表面侧根是比较少的，采挖松树桩材先断左根，要保留完整的土球。挖回来的桩材用浅盆种植，盆底要垫上像砖渣这样的粗颗粒，四周填上粗沙。养护的位置要固定，不要轻易移动。干种干养是促进松树生根成活的关键。好了，关于松树今天就聊到这里。我是山丘浓茶，感谢您的收看，下期见。